学大家好啊，这礼拜我们要做的实验呢是复习把之前上学期教的一些重要的内容然后把它复习一遍用实验的方式把它复习一遍。那这个课程的主题呢是 Discrete IC 设计的流程那最主要是使用之前学到了这个CAMAP 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方程式的实现。那其实系列我们已经用了几个礼拜那它不同的号码就代表它不同的这个逻辑闸比方说这个你可以在维基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所有的 list 那这边只是我截取的一些分类像比方我们常见的 AND、NAND、OR、NOR、XOR、XNOR 然后呢这是类型，这个呢是它的 input 有几个比方说它是2个 input 的 NAND 那里面呢一颗 IC 里面就可以装到4个那它的型号呢是74XXX08像我们之前做过实验那个 NAND 74X00这个 X 代表是它里面可能是不同的有一些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一些型号那 NAND 它可以是2个 input 那它也可以是3个 input我们之前也做过10的它是3个 input 那20呢它就是4个 input 那还有最大呢30就是8个 input它不是所有的组合都会有啦所以有这个 NAND 有 AND 有 OR 有 NOR 这些不同的型号。那在输入的部分它也有那个上次我们学过的这个 Sumiter Trigger的 input 就是之前用过的14系列。那它其实有2种，一个 inverter 反向的逻辑闸就这个7414那747014这其实是一个 buffer 就是它只是增加它的推动力，那它没有把它做反向那如果是 AND 这些逻辑闸那它是舒密特触发的这个 input那就是747001什么74132之类这个是input 不一样所以它的逻辑闸实际上只是它的 input 是有这个舒密特触发的效果。那这个礼拜我们要做的目的呢，就是用这些逻辑闸来兜出一个简单的一个电路，复习一下上学期前半段学到那些那个 CAMAP。好，那这是老师做的实验，那就是说我设计一个那个电路，这个呢电路有3个 input， 还有1个 output。那我们就用这个 standard form 来表示那这个 output 是1，然后只有当什么这个 input 这个它的 binary value是比2还要大因为3个 input我们就是000到最大就是11就是700就是0那我们就来看首先呢我们要来做那个把真值表写出来，所以依照它的意思可以把真值表那 input 就是 XYZ， 那 F 是 output 那当合起来2位这个是2进位是0再来就是1 0 1 2 3 4 5 6 7那它对应的 output 分别是00这个0的时候是01的时候是0 2的时候是0 3以上就会是1好3以上就会是1，那这个就是它的真值表。那真值表画出来列出来之后，你就要透过这个 CAMAP这个 CAMAP， 然后呢你去画这个圈圈那以这个例子来看呢，我们可以画出2个圈圈
啊，两个方形的哈，这一个啊，然后呢就可以写出这个 K-map， 然后写出它的方程式，这是它的方程式啊 ，f 等于 x 加 yz， 有方程式呢就可以列出什么？那个电路图，那所以方程式电路图，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增值表，第二个步骤呢是 K-map 的 output 就是一个方程式，再由方程式呢变成电路图啊。那在电路图的时候，这个我们有学到一个是把它转成 NAND 啊，因为今天呢老师示范的是用 NAND， 那实验的时候应该也是给大家这个两个 input 的 NAND 啊。好，那我们按照原来的方程式，我们画出来的会是一个 AND 跟一个 OR 啊，那我们把它做一个调整啊，那调整方式呢就是在一条线上加两个圈圈啊，所以这条线上呢加两个圈，这条线上呢加两个圈，那这个呢就会是一个 NAND 啊，这一个，那这个加个圈之后，它本来就变成是一个 NAND。啊，所以右边这个就变成是下面这个图啊，它变成是个 NAND。那左边呢？左边这边有个圈圈嘛，它就代表是一个 NOT 啊，这就是一个 NOT。那 NOT 我们可以用一个 AND 啊，一个 NAND， 这个 NAND gate 来变成是一个 NOT 啊，你只要把它的 input 接起来啊，它就变成是一个 NOT 啊，因为如果你的这个 input 都是一的时候啊，一嘛，所以你的这个就会是那个一，然后再一个反向，所以就变成是 low 啊，所以它的效果就变成是一个反向的一个逻辑闸。那我们就可以用什么？三个逻辑闸，三个 NAND 来完成这个电路啊，三个 NAND 来完成这个电路。最后一个动作呢啊，我们只是加上 LED 啊 ，LED 这样我们方便来看，我们就不需要去用三用电表啊。当你可以用三用电表啊，这个是顺带大家可以再练习一次哈、LED 怎么使用啊？那 LED 有长短角啊，那长角呢就是高电位，然后短角你如果给长角高电位，短角低电位，它就会亮灯了。那通常 LED 我们需要做一个限流的电阻啊，因为 LED 大概只要5个 mA 或者是大概20以下啊，那20 mA 以下它就会亮啊，那它的亮度会跟着随着你给它的电流啊越高呢就越亮，那再高下去呢啊超过它的极限呢它就会坏掉啊，所以我们通常要加一个限流电阻。那限流电阻怎么算呢？当我们输出 high 的时候是大概将近5伏特嘛，那它的这个电阻啊不是电阻，它的 LED 啊导通的时候，它大概这边会大概是2伏特，啊，所以我们可以用5伏特减掉这个2伏特啊，5伏特减掉2伏特，然后再除上这个电阻，这个电阻我们可以用360。啊，其实大概200-300就可以了啊。比方说我拿了个360，那360呢，这个5减2再除上360，这5减2是这个的电压差嘛，啊，那除上电阻值360，你得到就是大概8.3个 mA。啊，就是说经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呢，就是8.3，那8.3这一条路嘛，所以 LED 的电流也会是8.3。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限流电阻。好，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路了，使用7400啊，这是7400，可以把它做出来。7400它里面有4个逻辑闸啊，4个 NAND， 那我只要用到3个啊，因为我只需要3个逻辑闸。啊，所以接法大概就会像那个这个电路图上。
好，那老师呢就先把它接好啊，这个是我们接出来的样子啊，这个是7400啊，7400，那你需要好几条的这个跳线啊，那你跳线如果不够呢，自己到前面去去剪啊这个电线单芯线啊，你可以剪稍微短一点，你就可以把它当做跳线来使用。好，那这里第一、第二角这个是一个 NOT 啊，这个是把它当 NOT 来使用，这个呢就是 X 的 input，然后呢3、4角，不4、5角这个是 X、Y、Z， 不Y、Z 啦啊，因为我们的最后的电路图是这样嘛 ，X 是一个反向 ，Y、Z 呢经过一个 NAND 啊，然后把输出呢这两个 NAND 的输出再经过一个第三个的 NAND 啊，所以我的图大概是1、2是 X， 4、5呢就是 YZ， 然后呢第一个 NAND 的 output 是3嘛，3会接到10，然后这个6 output 会接到9，然后8呢是我最终的那个function 的 output 就是 F 再接到电阻，然后呢再接到 LED 啊，那我们就用 LED 来显示啊 F 的 high 或者是 low 啊，亮就是 high 了啊，不亮就是 low。好，那检查的方式呢，就是去对照所谓的增值表，这个增值表啊，那我们就可以从刚开始的000开始来看啊，那000的时候，它输出的应该要 low。好，这3根就是我的，我接的方式啊，好，接的方式呢，这个是负，然后呢，这个是正，好，一个是正5伏，一个是负5伏 ，OK， 好，那这个是 X， 再来就是 Y， 啊，再来是 Z，OK， 这个是好，那你可以应该很明显看到说，目前呢这个 X、Y、Z 这3根呢都是接到 low， 我接到 ground 去，好，那这时候是不亮的，啊，这是不亮的。好，再来呢就是 Z 如果接到 high， 啊 ，0 是1，好，把它接过去。啊，现在这一条是 Z， 那我现在把它接到 high 嘛，啊，接到 high， 啊，它还是不亮，啊，然后呢，如果是这个接到 Z， 啊，因为 YZ 基本上它是一样的位阶了，啊，然后如果这个接到 Z， 它应该还是不亮的 ，OK， 我把它接过去，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是 Z 接到 high， 然后呢 X 跟不讲到这是 Y 了 ，Y 接到 high，XZ 呢是接到 low， 好，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再来就是YZ 如果是11的话，它应该就是 high 啊 ，YZ 是11，它应该就是 high。好 ，YZ 是11，那就是把 Z 接到 high 上面啊，事实上你看到我拔起来，它其实就变亮了啊。好，这样应该就可以看得到。
这两根是那个 y 跟 z 啊 y 跟 z 啊接到 high 的时候，然后 x 是 low， 那这个就会亮啊，所以我们就验证到这个啊011啊前面三个都是 low 嘛，01的它就亮。好，那么再看下一个，如果是100，好100的时候它应该还是继续亮，所以我们把 YZ 呢拉回来到 low， 然后再把 X 呢搬上去，啊，所以我们把 YZ 拉回来的时候它应该是不亮的啊 ，YZ。啊，这个时候 YZ 拉回来的时候，它应该是不亮，然后再把 X 再搬回去，啊，这个时候就变成是100，啊100，啊就是这个是 X， 啊它已经跑到 high 了，然后呢 YZ 被我拉回来，啊 YZ 这边是 low， 啊那这个时候是100，它会是亮的。好，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实验。那事实上呢，你会发现到，以这个例子来看，我的 Z 啊，我的 X 啊，我的 X 就算没有接到 X， 应该是这一条啊 ，X 就算没有接东西啊，像这样呢是没有，它是没有接东西的啊。这个地方 X 其实是没有接东西，没有接东西它还是亮啊。然后呢，如果我把它接到 low， 它才不亮啊。你一定要接到 low 它才不会亮啊，插上去之后它才不会亮啊。所以我们的这个 IC 的角位啊，你要注意到说，当它是没有接的时候啊，没有接的时候，它也会有它自己的一个判断。啊，所以为什么一刚开始我们需要去做一些量测，说它到底几伏特的时候它会是变成 high， 它认为会是 high， 几伏特它认为是 low， 啊，所以你在空接的时候不知道啊，是要看它自己的情况啊。那以这个例子来看，它空接它的反应呢是跟 high 是有关啊，是一样的，所以表示呢这个 IC 啊，它在空接的时候它去试，它其实是把它侦测到啊会是 high 的啊。总之啊，我们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最不希望是让一个 input 是空接，我们不是让它 high， 就是让它 low 啊，一定要接到一样东西上去啊，不要让它空接啊，因为空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判断。好，那以上是老师做的实验啊。最后呢，我们要做的是，同学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啊，这个问题老师已经做过了啊。那请你做一个其他的练习啊。请你做这个，就是给你一个这个 function 这个，然后呢，请你做下面这件事，这几件。K-map 是什么？那你这个简化过的function是什么？然后请你把电路图画出来，然后呢实际做实验去检查它的结果。那给你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正值表啊，正值表上面的3、4、6、7啊就会是1嘛啊，所以你通过这个方式去画电路图啊，去完成这下面这几件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啊要大家做的一个练习。